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新剧《春河之上》以硬核普法守护少年，少年如何？当沐春光。2026年6月1日，福建厦门，儿童节。这一天，大多数人在晒孩子收到的礼物。厦门片场里，另一群人正在给另一群孩子准备礼物，不过这份礼物不装在礼盒里，装在法典第271章之后。开机仪式上午走完，流程3-5句。真正被镜头记住的不是致辞，是谭松韵接红包的那个瞬间，刘海全梳脑后，额头像灯泡一样亮，制服肩线挺刮，指尖接红包时稳得没晃一下。他以前演的角色要么低头偷笑，要么歪头撒娇，可这一次完全变样了。最好的我们里的小动作没了，以家人之名里的松弛感也没了，连甜的那个肌肉记忆被他压在了制服领口下面。这是一个36岁女演员少见的状态，没有表情，只有专业。就在这时，时间节点撞上了。前一天是她36岁生日，生日第2天进组，儿童节开机。这一组时间叠合被剧组做成了一层隐喻，春和指正在抽节的孩子之上只蹲下来护住他们的那只手。开机日选在6月1日不是巧合，是3家出品方跟导演对过的节点。时间本身就是任务的一部分。春和虽小，却要沐春光。以上场景就出自腾讯视频待播的未检题材新剧。最近的国剧市场，法律剧热闹得很，底线收视破1，公诉口碑稳，法治题材这块的正被越更越深。之前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那是披着法律外衣谈恋爱，每次一有硬核职场剧开播，就会吸引大批想看真东西的观众。这不就在2026年儿童节，腾讯视频又有一部未检剧要来了，它就是谭松韵、戴旭主演，最高检影视中心把关的《春河之上》。看完开机通稿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部剧，那一定是扎心，而且有可能是近期最扎心的职场剧。扎心的剧很多，但让人欲罢不能还有机会冲出圈，是未检题材的本事。故事开启于未检一线，旧的荡气回肠的法治正剧。很多法律剧都以破案为背景，这里一直是生离死别的地方。而春河之上的故事还有个特殊背景，未成年人检察部。该剧主要聚焦法学博士季三妹进入卫检部后，在主任刘红带领下，从觉得是小儿科到理解责任的故事，猥亵、欺凌、拐卖元素尽在其中。结合通稿来看，故事至少有3大看点。一是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件。未检剧的案件故事越真实残酷，越足以震撼观众。本剧的案件显然是奔着现实痛点去的。故事开场，戴旭演的季三妹法学博士刚报到，心里那点小九九写在脸上，处理小屁孩的事，小儿科。而案件的残酷才刚刚开始。猥亵儿童案最难的不是定罪，是被害人笔录怎么做。孩子一开口就哭，家长在旁边抖，笔录是要摆卡通贴纸，检察官的蹲下来问。校园欺凌案不是一次拳头，是半年的别跟他玩，午餐盘背鲜，群里逼着骂人。还有鱼排拐卖人口案，还有恩师操控司法案网案。可以说，这哪里是小儿科，分明是深渊。更扎心的在后边，还有网络诈骗、留守儿童监护缺失、未成年人纹身这些日常案。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，不用考虑什么爽文逻辑，现实就比戏剧更带飞。看春河之上的一大冲击，就是那份真实感。只有你不敢想，没有现实里没有的。二是救新代替惩罚的内核。季三妹撞上谭松韵演的刘红，卫检部主任。他怎么带新人？不是替写报告，是让他自己写，
写完对照范本逐条复盘找差距。这是一个真实未检案例的缩影。16岁少年出租 QQ 号帮人诈骗，获利3万。如果是传统刑侦剧，引擎式破案，可在未检剧里，引擎式救心。检察院给了他6个月考验期，心理疏导、家访、回访，最后孩子保住了，甚至还能去参军。这种拉回一个站在悬崖边的孩子的驱动力，才是这剧最狠的地方。3是特殊的未检40年背景。故事一开场就带着任务，致敬未检制度建立40周年。随着剧情深入，观众又看到了未检检察官不仅要办案，还要补位。家庭坏了去修，学校装瞎去戳，网吧违规去罚。总之，这种治已病更防未病的逻辑，才是未检剧的独特价值。2. 演员谭松韵领衔，戴旭作配，颠覆形象云集。作为一部法治正剧《春和之上》的主演阵容，却让人看到了一种反差萌。第一位，谭松韵。当年在《最好的我们》里演耿耿的谭松韵，一直是甜妹代表。从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开始，观众对她的印象就是年轻可爱。很多人担心36岁的她那张娃娃脸能扛住检察官的气场。本剧中刘虹这个角色显然是个挑战。可你看开机路透那张图，刘海全梳，制服挺刮，指尖稳的没有晃一下，那种专业度直接把田压了下去。这种转型值得期待。第2，戴旭。凭《乔家的儿女》里的渣爹演技惊艳观众的戴旭，早就用演技证明了自己。从《无证之罪》里的硬汉，到《逍遥》里的深情男配，戴旭是真正的巨抛脸。所以观众往往记不住他的名字，只记得他的角色。这次他饰演的是法学博士季三妹。一开始觉得未检是小儿科，被现实一盆盆冷水浇醒。这种从傲慢到觉醒的弧光，戴旭演稳了。第3位，零感情线。这对搭档在《逍遥》里就有交集，这次居然是二搭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是纯纯的职场传帮带。未检部门忙到孩子笔录做到晚上9点，哪来的空谈恋爱？这种去糖求真的设定，反而让人更想看。除了这几位，还有最高检影视中心的保驾护航。可以说，单论本剧的配置，跟任何一部同题材正剧比都不怵。3. 主创团队臧希川导演，冷峻写实风格拿捏。正剧创作有个特点，就是导演必须懂生活，比如《底线》的王功权，《公诉》的于丁。本剧导演臧希川同样是妥妥的狠人，光是那部《9亿人》就让人见识了他的镜头语言。他的特点是擅长拍黑暗中的光。从过往作品看，本剧的社会性同样很足，一些案件细节看得人心里发毛，一下就带入到现实。人物塑造上更是拒绝脸谱化，主角不是神，是在撕裂中找平衡的人。这也是他最能抓住观众心里的一点对真实人性的展现。一边是被害人要正义，一边是嫌疑人要拉回，这种两难比抓坏人更难。写在最后，今年以来，法治题材剧持续霸屏，口碑一路水涨船高，可见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渴望。这部《春和之上》从故事、主创、阵容来看，显然有爆款潜质。故事虽然有些扎心，但真实本就是法治剧吸引观众的头号利器，越真实越容易引起共鸣。只要不把说教当成正剧的全部，口碑大爆就是这部剧应得的。因为这么多年的观剧经验证明，真实和深度从来被观众深深喜爱。